天的机场本来只是普通的一天，航班起落，行李滚动，粉丝三三两两散落在入口附近，所有事情看似平静，却在一个瞬间被彻底打破。当肖战缓缓从保镖队伍中走出来时，粉丝们本能尖叫，而他依旧维持着那种温柔、沉静却带着点疏离的微笑。但没有人料到，在另一端出口，王一博正穿着黑帽黑口罩，以极低调的姿态靠近同一区域。两条轨迹原本不该交汇，却在命运般的安排下发生重合。肖战似乎也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什么，只是保持礼貌地向粉丝挥挥手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熟悉却久违的步伐靠近了他。下一秒，所有摄像机都抖动了，王一博直接伸手，极自然、极迅速地把肖战揽进怀里。那不是寒暄式的拥抱，也不是表演给外界看的动作，那是一种很久没见，我想你了的拥抱，真实、直接，毫不掩饰。机场安保瞬间混乱，粉丝间叫到破音，媒体闪光灯像暴雨般落下，但两个人仿佛都听不见，只静静拥着对方几秒，像整个世界都暂停在他们之间。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一抱绝不简单。娱乐圈不是一个随便可以拥抱的地方，尤其是像肖战与王一博这种级别、这种敏感度的顶流，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被放大、误读，引发风暴。两人自《陈情令》后，一直处在极其复杂的舆论环境中，任何同框都可能登热搜，更不要说主动、自然、毫无防备的拥抱。业内人士一看到这一幕就知道，这不是提前安排的，也不是公关策划的，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情绪反应。王一博从来不是会在公众面前大放表达的人，他冷、稳、寡言，一向对外保持沉默的安全距离。可他那天的动作却像是情绪突破了多年防线，带着一种控制不住的冲动。而肖战，最懂得分寸、最会控制场面的他，居然在被抱住后明显愣了一下，但没有推开，没有避嫌，而是轻轻拍了拍王一博的背，一种极其温柔又带一点心酸的回应。很多粉丝说，那一刻他们不是明星，而是两个终于再见到了彼此的人。也有工作人员反映，如果不是感情深到无法遮掩，他俩绝不会在机场这种地方做出那样的动作。一句话总结，这是压不住、藏不住的拥抱。事实上，早在机场事件前，许多细节已经暗示肖战与王一博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。不同城市、不同活动、不同机场，却总在相近时间落地。娱乐圈最不相信巧合，尤其是时差精确到分钟的巧合。知情人透露，两人都在经历极大的工作压力，而能够真正让彼此放心倾诉的人其实不多，而对方恰好在那个名单上。当工作人员提到老朋友时，他明显怔住，笑了一下，却避重就轻。粉丝立刻开始联想，他通常淡淡带过，但那天却沉默了几秒，才说，有些人不会因为时间就消失。这句话在机场拥抱发生后，被无数粉丝重新翻出来反复分析。所以当那一抱发生时，大家震惊，但又觉得原来一切早就有迹可循。如果重播机场视频，你会发现最值得分析的不是拥抱本身，而是肖战那 0.3 秒的眼神变化。从惊讶、心软、无声的松一口气，像是终于有人懂他，也像是终于有人愿意为他逆风而来。他的肩膀明显放松，眼眶似乎轻轻动了一下，嘴角压着的笑意不是职业笑，而是见到你真的很开心的柔和。而这种柔和是无法演出来的。有人说，那眼神像是2年没见的人突然被拥入怀中的真实反应。而王一博抱得很紧、很稳、很保护，对镜头几乎零在意，所有情绪都锁在怀抱里。那一幕像极了剧本里最动情的重逢场景，只是它真实发生了，而且比任何影视剧都更震撼。这是很多人最大的问题。王一博一向是谨慎本体，不会做超出控制范围的举动。可是那天他逆性格操作，在公众面前大胆拥抱顶流好友，这让很多业内人震惊。
分析他敢的原因有3点。真正了解一个人才敢做这种事。多年不能公开同框，不能互动，不能让粉丝误会，不能引争议。累的不是粉丝，而是他们。王一博不是话多的人，他说不出太多解释，但他的动作会替他说。不要再把我们往对立面推了。我从来没有疏远他。我在，他也在。这是王一博最真实的表达方式。那一拍不是礼貌，不是敷衍，那是我知道你不容易，谢谢你还愿意走向我。没关系，我在。肖战是极懂分寸的人，他什么场合该做什么动作都清楚的不能再清楚，但那天他没有退，也没有闪，而是温柔的回应。这是2个人之间特有的默契。在拥抱结束后，肖战还轻声说了句：“你怎么来这儿了？”虽然声音被吵杂淹没，但能从口型判断。王一博只低低回了一句：“刚到。”这一段口型被粉丝无限放大截取观看，反复确认后几乎一致。他们是真的说了这几句，而越是简单的话，越说明关系越稳固。机场那一刻不只是震撼，是真正的群体失控。有粉丝尖叫到破音，有人腿软直接蹲下，有人手机掉地还顾不上捡，还有人当场哭到妆都花了。最经典的一句现场吼声是：“这是真的，他们是真的。”你可以想象那种多年等待、无数风波后终于看到的画面，像是压抑太久的情绪被瞬间解放。有人哭着说：“我追他们5年了，从来没想过能看到这一幕。”机场里那几十秒，像是一场大型情绪海当那一爆发声，镜头扩散开来后，短短数分钟内相关词条登顶各大平台。我们需要拆解这场舆论爆炸的传播机制。首先，视觉证据的及时性决定了一切。机场视频不像文字爆料那样可以被随意质疑，影像本身带来强烈的现场感。当用户在刷屏时间看到清晰截图或短视频时，情绪的传染效应是成数级别的。第二，明星生态中等待值极高。肖战与王一博2位人物本身就是流量引擎与情感聚合点，粉丝长期的期待与未经证实的想象累积成情绪弹药库，一旦触发点出现，便爆发出巨量互动。第三，平台算法推动极为关键。热搜榜单、推荐机制、短视频平台的2次创作、剪辑、配乐、弹幕，共同把短暂瞬间延长为多小时甚至多日的讨论热点。媒体机构、饭圈编辑在事件初期起到放大器作用，一段几秒钟的拥抱，在不同剪辑下被刻意提取出眼神瞬间手部特写反应声等多个引爆点，满足不同受众的猎奇心理。第四，信息生态的极化倾向使得每条评论本身也成为内容，支持者将其视为真情流露，怀疑者将其解读为炒作，中立者则在反复观看中形成自己的判断。正是这种情绪分裂，才使热搜热度持续不退。最后要注意，热搜的强度并不等同于事实真相，但它确实反映了公众情绪。在短时间内，舆论能把私人瞬间变成社会事件，理解这一点，能帮助我们更冷静地看待后续的解读、采访与官方声明。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，这种时刻既是机遇，也是责任。如何在吸引点击的同时，不制造2次伤害，是必须谨慎权衡的道德边界。当那一爆发声，镜头扩散开来后，短短数分钟内相关词条登顶各大平台。我们需要拆解这场舆论爆炸的传播机制。首先，视觉证据的及时性决定了一切。机场视频不像文字爆料那样可以被随意质疑，影像本身带来强烈的现场感。当用户在刷屏时间看到清晰截图或短视频时，情绪的传染效应是成数级别的。